你为什么当律师？三管齐下，治疗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的龙母壮骨颗粒。邀请您收看《女士的法则》。一颗新疆番茄，一碗阳光茄皇。邀请观看《女士的法则》。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你也挺帅气。好，那你是在夸我喽？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我可以请你吃饭。吃饭啊？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啊？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关爱一下弱势群体。走呀！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哦，还在打包。哎，回来了。嗯。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瑶睡了。哎呀，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2天就好了。嗯。哎呀，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呀，这酒会上出了这点工作上的事情。明天就要搬家了。哎呀，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就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得绕点远了。哎呀，我没事儿。哎呀，哎，小冉，你一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变成总监，这1个月啊就可以多1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不要。啊？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案源多起来了，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可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我不会，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不许去。小冉，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
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我放弃了高薪来明堂，就是冲他来的。哎，跟我同时毕业有个哥们儿去成泰了，现在人家都转正上庭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律师，一有杂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明堂的一跑腿了。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就越想在明堂打拼出一番事业。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全执行不计较，有多少辜负，多少泄气，因为坚持总有你，诉说我们共同的言语。你比我更懂我自己，我比你更知道疼你，让我们做这一世知己，诉说我们共同的言语。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道。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生育权，这样的好货道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好，看到昨天也就是2号是第8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中国公安部和2019年破坏交通规则的。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你以为用舆论攻势就能让好货道妥协？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们的。最近爱美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女性粉丝，对于好货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你不会以为找来个爱美发声就可以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吧？当然不会。用女人带货，赚女人的钱，还要歧视怀孕女员工。好货道已经有5年，没有任何一个中高层在职怀孕了。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在好货道购物吗？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道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既然好货道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粘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的。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让郑年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
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好的，好的，我再落实一下情况。哟，方律师，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当然没那么有趣。一场官司分不出个高低。在我这儿，可以。行，你说的都对。一起吃个午饭呗。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好。君，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不是你的脸怎么了？摔伤。李主任，哎。哎，对了，好货道的案子进展如何？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极了。我请你吃饭。还有事吗？大部分都是愿意和解、学习。好货道已经答应考虑正岩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今天最好的消息！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但是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不信。1个多月前，我爸爸因为连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陈文光，你涉嫌非法经营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联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一下子跟你说这么多，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哎 ，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
祝我们合作愉快。谢谢。你那边忙怎么样了？啊，下边找个地儿喝点儿。啊，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地儿喝点儿，放松放松，解解压去。我先跟家里说一下。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啊，行行行，快点的啊！好好好。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小慧，是很巧啊。哎呀，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剧院也不见你张罗呀。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好吗？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哎，这谁呀？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小师妹啊，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哎呀，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回去回去。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周集团的千金，像他的风格，来静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事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青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有1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不需要1个月，我现在就辞职。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许杰，你以前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你能不能站在我女人的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现在不是。许杰。
几点了？做早饭吧，阳一会儿起来了。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啊，也行，凑合吧。哎，校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房贷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们也决定让洋洋继续读这个国际学校。那这个课外班啊，也让他接着上啊。还有啊，那个我去东北其实也就1、2年，到时候我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我不愿意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这不是机会难得吗？洋洋，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早。早。早上好。早。早啊。早安。有新案子。标的多大？怎么收费？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傅来代理此案。网红张斐。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这边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哎，您二位稍等，我上去叫她啊。谢谢。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要求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辛苦您跑一趟了。不辛苦。快给客人斟茶。来，二位请坐。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哎，慢点儿，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你看看我现在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没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我就是想多陪陪我的女儿，给她一些母爱。我觉得从绝症病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的委托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如果让公众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成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不，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没问题。不接受。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1/5，律师费还是5%不变。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陶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回来了。哎呦，你怎么喝那么多呀？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来，喝口水。不喝了，喝不下。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啊，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看到了又能怎么样？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洋洋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牺牲？牺牲了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洋洋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洋洋上学了，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你小点声。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案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杨迪凯，好，谢谢。王晨远的委托人，陈律师、徐律师，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越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
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张飞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飞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飞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没问题。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1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也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哎，刘芳，你替我去趟商场吧，现在买个礼物给洋洋。好，我微信转账给你啊。什么样的礼物啊？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哎呀，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我走了啊。啊。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是，按云刚有起色，还是先弄案子吧。洋洋，爸，叔叔好。哎，花花你好。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哎，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和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暂住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哎，你快点，他们在那边等我。好，那个，行，你都拿着吧，别乱花钱啊。知道。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好，谢谢。师傅，这是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得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尽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掉了，反正就是吃饭就是小毛啊。此刻的跑调都知道，我聊什么那个小带绷到腰上了。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我说多了。哎，咋了，洋洋？没事儿，你们先走，我等会儿找你们。啊，行，你快点啊，快点啊，你快点啊。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也就1、2年的事儿吧。爸，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不用了，
我们在那边。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洋洋好。爸，生日礼物呢？回家给你补上。又补？啊，洋洋，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阿姨啊。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那你可快点啊，我们这边蜡烛可不等人啊。知道啊。雨柔哪有个性啊？叛逆期。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我觉得是个机会啊，你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所以啊，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近海吗？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也没什么牵挂。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轻轻松松，多好啊！冷暖自知吧。你好。好，谢谢。来，石仔。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好，我会转告他的。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师傅，你身体怎么样？不好不坏，就那样嘛。哦，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买件礼物交给陈冉。你放心吧。谢谢。时间到了。回来了，洋洋。妈。啊？你干嘛呢？玩游戏呢。又玩游戏。生日快乐！谢谢妈妈。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你拿起来。东西呢？嘿，怎么样？生肖8音盒啊？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妈，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哎呀，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哎，跟你们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开心。行了，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挑，喜欢什么选什么。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哎妈，对不起，我爸怎么了？他为什么没回来？你爸爸今天加班。哎妈，你一天到晚忙你律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哎，我的形象怎么了？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女人？当然不。张斐的婚前协议问到了吗？我爸爸说之前提醒过他的，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张斐的公司500万。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2人结婚的前1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成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2人的生活开支。如果像你说的，王成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依2位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未读状态。王成远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怎么啦？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它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